我现在发现啊，在南宁几乎所有大龄未婚的女生，她们的择偶要求都是想找一个身高1.75米以上的、阳光帅气的、有车有房的、年收入不低于30万的人士。有时候啊，我真的很想问他们，你们到底觉得自己凭什么？前段时间呢，有一个88年的未婚的女生找我介绍对象。这个女生呢，首先我承认她的外形条件还不错啊，身高呢有1.64米，大长腿啊，气质也很好。如果说放在10年前，也就是她25岁的时候，我相信她身边肯定很多的追求者。但是现在呢，毕竟是35、6岁的年龄了啊，选择也不是很多。然后呢，她看上了我朋友圈一个条件很优秀的人士。这个男士呢是80年的，虽然年龄大啊，但是是那种很有品质的大叔。这个男士呢是自己做生意的，年收入上50万啊，有车有房都没有贷款，而且穿着打扮呢啊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有钱人。然后呢，我给他俩安排见面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这个大叔他呢因为工作原因啊，他出差了，然后刚好回来，时间呢就比较仓促，然后呢就跟这个女生在万象随随便便找了一个餐厅吃饭，两个人呢可能花了也没有太多钱。见完面了以后呢，这个女生就不满意了啊！这个女生就说她怀疑这个大哥的经济收入有水分，因为她觉得这个大哥的消费水平跟她的经济收入好像不那么的符合。她说啊，我现在呢到这个年龄，我也不想将就了，我自己呢有能力养活我自己，我有房我有车。那么如果我找一个对象啊，他未来还要让我这么辛苦的话，我何必要结婚呢？所以他质疑的点在于什么？他质疑的点就在于说这个男生的经济条件，他想要的婚姻是什么？他就是希望结了婚以后，这个男的能够承担他的负债，也就是说呢，他的房贷和车贷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就想，可以一个男的能够承担你的房贷，能够承担你的车贷。我觉得啊，那个男的他真的喜欢你，他也愿意，但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前提，前提是你得让这个男的觉得你值得。你连一餐饭的耐心都没有，你凭什么要让人家觉得你值得人家付出这么多？还有呢，前段时间有另外一个女生也是找我介绍对象啊，这个女生也是30加的年龄，长得也不错，我也是给她介绍了很多条件不错的男士。见完面以后呢，基本上都是她看不上人家，为什么呢？他跟我说了，他说莫老师，你给我介绍这些男生啊，我承认他们的条件都很好，有房有车有经济收入啊，有些身高也有，长得也不差。那我就问他，那为什么？他的话几乎是跟这个女生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一个独立女性，我能够养活我自己，所以我不想将就。而他不想将就的点就更加的离谱，他不想将就的点是没有感觉。看到了吧？就几乎所有大龄未婚的女生，她们都死在这2个字上，就是感觉。我真的很想问他们，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婚姻的意义？婚姻难道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找一个供养者吗？还是说婚姻就是为了满足你们的幻想的？什么叫满足你们幻想？感觉就是一种幻想。很多女生就是在幻想那个长得又高又帅的啊，又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，还舍得给她花米的这么一个霸道总裁的这种人设出现在她面前。只有这种男人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，她才有可能有感觉。咱今儿个就唠唠这相亲场上的奇葩事儿，主角是咱这儿的大龄剩女小妍和相亲男大志。这小妍30有5，模样虽说不上天仙，但也算是五官端正，打扮起来那也是有几分韵味。工作嘛，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当白领，一个人在这城市里打拼多年，有套小公寓，日子过得还算自在。可这婚姻大事就像块硬骨头，咋啃都啃不下来。大志呢，年龄相仿，自己做点小生意，起早贪黑的，虽说没发大财，但也算是个踏实肯干的主。前些年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把终身大事给耽搁了，这不，家里催得急，也走上了相亲这条道。俩人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这刚一坐下，小妍就开始打量大志。大志今天特意穿了件新衬衫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，不过脸上还是透着几分生意人的精明和疲惫。小妍先开了口，你这工作平时忙不忙啊？我可跟你说，我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生活品质可不能降。我平常下班就喜欢去做美容，逛逛街，周末还得和朋友去看个画展啥的。大志笑了笑，回答道，我这小生意忙是忙了点儿，但也得有个生活不是？我偶尔也会抽空运动运动。接着两人聊起了各自的家庭。小妍说起自己父母对未来女婿的期望，那是一套一套的，什么得有上进心啦，得孝顺啦，最好还能经常陪他回娘家。大志听着，心里默默想着，这要求也不算过分，不过也得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正说着，服务员过来点餐，小妍看都没看菜单，
直接点了一杯拿铁和一份精致的小蛋糕，那熟练的样子，大致心里微微一动，感觉这姑娘还挺会享受生活。第一轮交谈还算顺利，俩人互留了联系方式，约定下次见面。可这第二次见面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。他们约在商场见面，本想着逛逛街增进感情，一见面小妍就拉着大志直奔一家奢侈品店，指着一款好几万的包包说，你看，我闺蜜的男朋友上次给她买了这个包，可好看了，我一直想要一个。大志一听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他心里想着，这才第二次见面，咋就开口要这么贵的东西？他硬着头皮说，这包也太贵了吧，咱这才刚开始了解，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合适吧？小妍一听，脸色立马变了，说道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啊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找个男朋友不就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点，买个包怎么了？大志这下也火了，他提高了音量说，你也知道自己年纪不小了，怎么还这么不切实际呢？现在全民负债，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，彩礼我都没跟你计较，你倒好，上来就要几万的包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真有钱，还至于等到现在相亲找对象？小妍也不甘示弱，彩礼本来就是你们男方该出的，现在行情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我这条件，找个给得起彩礼、买得起包的男人不难吧？俩人就这么在商场里吵了起来，周围的人纷纷侧目。这时候，旁边一位大妈忍不住插了句嘴，姑娘啊，这过日子可得相互体谅，哪能刚见面就这么狮子大开口呢？小妍一听更气了，回道，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不就是想找个能宠我的，这点要求过分吗？再说回这彩礼的事儿，现在这行情确实有点让人看不懂。以前彩礼虽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但好歹男方咬牙也能凑凑。现在全民负债，大家手头都紧巴巴的。小妍他们小区有个姑娘，前阵子结婚，男方家为了凑那80万彩礼，又是借钱，又是卖了老家的一块地，就这，女方家还不太满意，觉得少了点。这事儿在小区里传得沸沸扬扬，大家都议论纷纷，说这结婚咋变得这么像买卖了？大志越想越气，他觉得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，想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女人，怎么就这么难？他对小妍说，你要是真心想找个人过日子，咱就脚踏实地，一起为未来打拼。你要是只想找个提款机，那我可没办法奉陪。小妍听了，心里也委屈，她觉得自己这些年一个人打拼，不就是想找个依靠，享受点生活，怎么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物质女了？俩人这次不欢而散后，红娘凤姐可坐不住了。凤姐在这相亲圈里混了好些年，见过的奇葩事儿不少，但像小妍和大志这样一见面就闹得这么僵的还真不多。凤姐心想，这小妍吧，条件是不错，可这想法太天真，把相亲当成了满足物质欲望的途径。这大志呢，也有点太急脾气，一上来就开队，把场面弄得没法收拾。过了几天，凤姐分别找小妍和大志谈心，她先找到小妍，说，姑娘啊，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想找个条件好点的男人，这没错，可你也得看看实际情况啊。现在大家都不容易，你一上来就要求这要求那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你得想想，你是真心想找个伴儿，还是就想找个给你花钱的主？小妍听了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她说，凤姐，我这些年一个人过得太累了，就想找个能让我依靠的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身边朋友都过得挺好，我心里有点不平衡。凤姐又找到大志，说，大侄子，你也别气了，小妍那姑娘就是被宠坏了，没吃过啥苦头。你呢，要是真对她还有点意思，就再给彼此一个机会，好好沟通沟通，别一上来就动火。大志叹了口气说，凤姐，我是真想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，可他这要求我真有点吃不消，您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凤姐想了想，说，这样吧，我再给你们安排一次见面，这次咱就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心平气和的聊聊，把各自的想法需求都摆到桌面上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个折中的办法。要是实在不行，那也只能说明你们没缘分，不强求。
第3次见面，气氛明显比上次缓和了许多。他们选了个公园的茶室，环境清幽，让人心情也跟着平静下来。小妍先开口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上次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一冲动就提那些要求，我其实就是想看看你对我上不上心。”大志听了，心里的气也消了大半。他说：“我也有错，不该那么大火气，我是真心想找个能一起过日子的。就是被现在这结婚的压力给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”俩人聊起了各自的梦想。小妍说她一直想去旅游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但一个人总觉得不安全，也没动力。大志说他想把生意再做大一点，以后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聊着聊着，他们发现彼此其实有很多共同的目标，只是之前被物质的东西给蒙蔽了双眼。从那以后，小妍和大志开始试着慢慢了解彼此，不再把彩礼、礼物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。他们会一起去看便宜的画展，周末去郊外走走，一起做饭，享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。虽说偶尔还是会有小摩擦，但他们都学会了相互包容，相互体谅。这大龄剩女和剩男的相亲之路啊，就像一场充满波折的旅程，一路上有争吵，有误解，但只要双方都愿意放下成见，真心去寻找那份陪伴，说不定就能在某个转角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就像小妍和大志，谁能想到一开始吵得不可开交的俩人，最后能携手同行呢？这过日子啊，终究还是得靠2颗相互温暖的心，而不是那些冷冰冰的彩礼和奢侈品。以后的路还长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，咱就等着看他们能不能修成正果吧。咱也希望这相亲场上的男女们都能多些真诚，少些套路，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。